要问背锅实力哪家强？日本东京找大熊。这不，胖虎一个误判，就让飞机轰了神成家。这么大一个黑锅，当然得让给人畜无害的大熊了。大熊还以为等到了真友情，下一秒就见识到了虎父的真嘴脸，神成眼神杀人。可大熊却只手握赃物，根据所有证据，大熊你就是犯人。大熊猛然哭泣，难道人善就要被人欺吗？蓝胖子更是化身战斗模式，要把大熊背的这口黑锅加倍的还给虎父二人。蓝胖子拿出落汤鸡符，别看这破布平平无奇，却是未来的甩锅神器。可大熊生怕又被报复，但蓝胖子此时怒火正旺。两人来到客厅，蓝胖子一口一个，两口一双，独享了招待客人的美食。老妈买菜回来，正好撞到案发现场。明明犯人就是眼前的秃头怪，可披风一上大熊身，大熊就成了偷吃独食的犯人。就算大熊指着蓝胖子脸上的犯罪证据，老妈也选择视而不见。这就是甩锅神器的厉害之处。在披风取下，老妈这才看到蓝胖子脸上的证据。大熊虽被冤枉，但同时也看到了复仇的希望。两人来到街上寻找目标，首先发现了小夫的身影，两人跟在身后伺机而动，要出手就要一击毙命。路边的大叔正为无良司机乱停车而恼火，蓝胖子果断出手，披风上身的那一刻，小夫竟成了无良司机。小夫都惊呆了，我一小学生哪里来的驾照啊？啥？你还无证驾驶？大叔拉起小夫的手就要送进局子，蓝胖子赶忙打圆场。小夫虽没看懂，但还是道了歉。小夫之仇已报，接下来就是胖虎了。胖虎正在公园里进行化缘，大熊两人只好等时机。好巧不巧，黑帮大哥被打成了猪头，这时机不就来了？可大熊出手必有意外，媳妇儿成了背锅侠。看着媳妇儿大白天被人调戏，大熊就要英雄救美，一个神来之手，蓝胖子惨了，被吹成了葫芦娃。第一局对抗，胖虎胜，蓝胖子不能被白揍，拿出无线电话，就要跟大熊兵分两路，调加倍还之。大熊在空地没找到胖虎，倒是让蓝胖子在胖虎家门口堵到了人。看着胖虎骑车出发，蓝胖子拿出电话及时通风报信。大熊拿着披风站在路口要守株待兔，正巧遇到被涂鸦的愤怒大叔。此时胖虎正骑着小车缓缓而来，大熊瞅准时机，可惜尴尬了，披风挂了东南枝。1米高的大熊好不容易取回披风，却意外上了自己身，成了乱涂乱画从我做起的熊孩子。大熊属实心累，大叔是个狠人，就要体罚大熊。岂料胖虎突然杀到，就把大熊夸成了三好青年，还要与大熊共患难。大熊超感动，胖虎啥时候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了？可大熊高兴得太早了，大熊动手，胖虎只动嘴，被人卖了还要替人数钱。大熊脑子缺根筋，竟把胖虎说成了老好人，决定要放胖虎一条生路。春风道出了事实，乱涂乱画之人正是胖虎。大熊两人彻彻底底的悟了，要想跟胖虎的战斗进行到底，跟着胖虎来到送货地点，可却不知应该甩什么锅，反正先拦住准没错。蓝胖子刚要动手，就被小偷误伤，披风落到了三人身上。这披风不能自己取下，三人只能逃。警察追平民都给小偷看呆了，三人速度再快也跑不过4轮的，被前后夹击。看着三人被逮捕，小偷都表示看不懂了。